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做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我们先来看是就在明天6月9号的时候呢，中美又要再度进行磋商了。那这一次的磋商是在伦敦来进行，不过呢，其实这原本就是大陆外交部他们要来访问英国的行程，那当中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跟美国进行谈判。好，那当然分析师就说这个接下来谈判到底可以谈到什么呢？北京学者认为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呢，美国的商务部长也加入了团队，所以呢，中美谈判中方也可能面临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卢特尼克一直是支持高关税、减少联邦赤字的人，所以预计在关税的问题上，他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主要是因为受到川习通话之后的影响嘛，所以呢，大陆驻美大使就喊话说呢，希望美方可以和中方一起并肩而行，那落实元首谈话之后达成的重要共识，也就是撤销对于中国实施的错误举措。好，那当然这只是喊话，问题是呢，现在双方还没有完全谈判好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中国主要是因为手上掌握一个非常关键的稀土好，据传说大陆已经向美国的3大车厂稀土供应商核发了暂时出口许可，那部分的效期可以到6个月但问题是你看到了吗？在这里头只有针对是车厂的部分，也就是汽车领域，那而且是暂时的，这当然呢也被认为是在磋商之前给你一点点小甜头啦，不要说我们都没有释出善意可是问题是呢，接下来还能够持续多久呢？而且只有汽车方面恐怕也不够因为包含机器人等等的产业都是很需要稀土的元素的。好，那这个稀土这张牌当然也是中国的一个筹码，因为中国在稀土全球是有一个垄断性的地位，这个优势呢也变成是现在他们能够打出的牌。那当然就有一些这个高层认为说呢，尽管中国看起来有迹象表明会批处更多的稀口出口，但是呢，出口许可可证的这个制度恐怕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废除。那另外一部分呢，稀土也不是只有美国要我们看中方呢也强调说，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是国际惯例所以呢，他们愿为符合条件的欧洲来申请绿色通道，加快审批。大陆商务部的官网呢就发出声明说这是针对从欧盟进口的调查当中呢，在于7月5号公布最终的裁定透露说双方正在就价格已经进行到协商了。那还包含的是中欧的双方电动汽车按价格也是在进行磋商的阶段，而且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尾声了。好，那另外是呢，现在大陆的晶片当然呢，你这个要有筹码之外呢，你筹码也不能被别人掌握所以呢，晶片的部分希望可以摆脱美国的这个依赖性好，这个对于对中研究顾问公司呢，就强调说，美国现在想要在稀土方面摆脱中国，可是看起来很难，至少是要10年的时间。而中国呢，被美国紧掐着脖子最严重的晶片产业当中现在中国已经开发出一些自主可以控制的国产晶片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中国当然是有一些领先的优势，尤其是你看到在华为的部分现在呢新的这个鸿蒙折叠电脑打开之后发现很多 CPU 电源等等这些晶片呢都是靠自己人家说呢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所以呢现在就拆开主机板之后发现好多都是国产的晶片。另外是呢摩根士丹利也顺便来先曝光了这个 DeepSeek R2说呢在里头也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中国自己使用的晶片，他们摆脱了对辉达 H100 晶片的依赖，转而采用的是华为升腾的晶片来进行一些训练或是接下来这个 AI 的推理作业那另外是呢，亚马逊现在也传出他们正在开发一种人形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一个软体，最终就是目标要来取代送货工人的工作。那现在还在测试的阶段，而测试的项目就包含像是语数这些你都知道是大陆企业所研发出来的技术所以看到呢，双方在角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在比说谁被人家掌握的更多啦。好，这些大使怎么看说现在中美即将要磋商了，那接下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进展？
我觉得基本上美国没有占到优势啦，对，因为事实上的话，现在美国被卡脖子卡得很厉害，主要就是卡稀土。那美国的有几个车厂，像福特，听说有1-2条生产线哈，现在因为缺乏这个永动电池，因为这个主要原料在稀土，所以就车子就是说没有办法生产，很多就停工了啊。那现在有这个问题的不只是美国，欧洲的汽车也出现这个问题，日本的 Suzuki 也出现问题，那这个印度的 Tata 也出现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现在稀土管制以后你们都拿不到了，而是说这个申请的程序哈，大陆方面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来申请，因为量很大，本来不需要申请。那这个过程中又有像印度这种国家哈。他出那个伪造的这个切结书被抓到了，比如说这样，你申请稀土，除了你要填报你的最终使用你这个稀土的厂商是谁，因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有些军火工业已经明白讲说不能够跟中国有任何商业往来，比如说这个雷神公司，那雷神他又是用稀土的大户啊，中国大陆就是说你每次你就是说你到处这个对中国做出不友善行动，中国那雷神公司我们现在不准跟他往来。那所以你今天你任何的出口商的话，别人给你买的时候，你就要问那个买方，你就要问清楚说，这个稀土最后会要给谁？对，怕你洗一洗到最后，你不要洗给雷神了，不行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一定要弄清楚。那这个过程中就要查证。那当然，稀土都在中国厂商手里面。那人家跟你来买，你就要叫买方你要弄清楚，这个需要查证。另外一个就印度厂商作假的那个就叫什么？那个叫稀土和平用途切结书。你今天你跟我买稀土，你要保证哦，你这个稀土最后不管你造晶片也好，你造这个永动电池也好，你去做雷达也好，都要必须是和平用途，不能做军事用途。是。那印度就造假30份，那所以它的审核就很慢啊。那你像全世界现在跟中国买稀土，它都要这个程序就塞车，而且美国当时它可能有一点也没有搞清楚哈，中国大陆是没有错，在上一次在这个日内瓦的会谈里面双方的联合新闻稿里面有提到说，中国大陆会撤销或者说重新来检讨，在4月2号以后，针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里面的非关税贸易障碍部分，那美国就讲说非关税就是稀土啦。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4月2号以后所禁止的稀土，只占目前大概有14项进口里面禁止出口里面管制的一半而已。镓跟锗跟石墨跟锑跟什么跟镍这些没有包括在内，所以美国人搞不太清楚，所以呢就变成就说，哎呀，他一缺货就怎么就急了。川普天天接到电话，不是福特的大老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General Motors 的大老板来跟他施压，所以他就非得去跟中国大陆去谈。所以呢，大陆现在是就是说，你现在是你求我了，就跟现在美国有一些这些学者就是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产业链的主动权。今天全球制造的产业链的主动权现在被中国大陆拿什么？就跟一样，美国人我拿到晶片，对不对？中国大陆就是说，那我告诉你，你有晶片，我有稀土，看谁厉害。对。那所以稀土一拿出来以后，美国就怎么样？川普就跪了。大陆外交部长不跪，对不对？因为事实上，你用芯片一直打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一直讲说，要谈奉陪要谈我一定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所以中国大陆没有跪过啊。可是稀土一拿出来以后，川普发觉问题严重就跪了。那所以呢，事实上的话，那他很高兴啊，习近平跟他接他的电话了，所以后续还要到伦敦去谈。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看法，把这个把他的商务部长这个卢特尼克也弄去基本上就是去让步，不是去跟中国大陆还增加什么谈判的什么困难。因为贝森特这些人也不是傻瓜，贝森特一跟川普讲说，问题不是出在我，是出在卢特尼克，他老是卡别人，对不对？我们这个日内瓦的谈判都已经谈好了以后，
你又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又禁止这个中国大陆这个919的这个引擎的零件，又禁止这个禁止那个，都是你卢特搞的，今天搞成这个局，所以叫卢特自己去面对中国大陆压力。那我觉得大陆的这个谈判代表这次应该是很好谈，为什么？手上有杀手锏。而立峰一定讲说，那就不谈，那你稀土就免不要了。对，那卢特尼特他能不贵吗？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两军对阵，你有杀手锏，你就是胜的一方。那现在美国啊，我认为只有挨打的份。两军对阵看比谁的气场。来，丁哥，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白了，因为是美方急于要去解决这个稀土的问题，所以谁在让步？川普一定有在让步。那既然他已经是让步的一方了，那接下来你说卢特尼克去，他要再摆强硬的姿态吗？那就不要谈。不就这样吗？你去摆强硬姿态，那大家就继续干嘛谈这个谈判？对，就继续耗着嘛。对，那继续耗着，谁会倒霉？我想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不认为卢特尼克去还会去多刁难怎么样，那他就自找倒霉。因为如果这个谈判破裂的话，那美国这些大老板全部都要跳脚。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那谢峰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相向而行嘛，也就是我可以对你也释出善意，我可以批准一些，但你也要跟我说，对你就必须你要有对等的回应嘛。如果你没有对等回应，那大家就继续斗下去。对，那斗下去看谁倒霉。因为我觉得美国发动这场战争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完全没有估计到对方的强项跟自己的弱项。他完全没去考虑这些东西，就等到人家真的出招了，他就措手不及，一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整个弱点已经被人家抓住了，那美国在谈判上就没有多大的空间了。也就是他必须要尽力释出善意，否则中国大陆我这一批审批过了，我下一批我还是慢慢审啊，我也不要说不给你，但是我就慢慢审，就拖在那，请问一下看你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大概接下来姿态会放的比较低啦，因为如果再继续摆高姿态，到最后没有什么结果。那大陆我觉得他也不为己甚啊，也就是他也不需要你跟我求饶，就是大家只要平等，我开放一部分，你也开放一部分，那大家对等的话就可以慢慢来谈，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还是要摆个高姿态，那抱歉，我就不奉陪，你自己去玩吧。那实际上中国大陆为了这一场战争已经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了，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一次川普发动战争之后，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一下子他马上就有自己的能力。虽然你说在晶片这方面他还是落后于美国是没错，可是他的东西也不是不能用啊。也许他的效能比较差，也许他这个必须要用更多的数量，然后才能够累积到像美国晶片所能够展现的能力。但是他一样还是有他基本的能力存在。像现在 DeepSeek 的 R2 出来了，它一样很好用啊，而且运算能力也大增啊，而且人家还不用你的晶片，这就是黄仁勋一开始最担心的嘛。你现在让我损失了几百亿美元也就算，你未来等于把中国这个市场拱手就让给别人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美国到底在干嘛？他自己搞不搞得清楚？这是我一直觉得，川普如果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的话，那美国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糟。你说现在他们说至少10年就可以摆脱对稀土的依赖，真的吗？真的吗？因为稀土这种东西可不是这么好搞的。对，老实说，你研发什么就可以拿到。你的技术现在都还没有锻炼出来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来？而且你要投入多大的资本？你准备要亏损多久？你要知道，你现在如果美国要重新建造它的稀土产业，它要花多少的时间精力培养人才资源，然后一定是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请问一下，美国准备保护这个产业多久？美国有能力做这件事吗？所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决心要去做这件事的话，不要说10年了，20年之后搞不好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更深。对，看来就变成稀土战哦 ，VS 晶片战。来，李大壮老师。对，因为川普2.0关税谈判弄到现在很清楚，但稀土就是中国大陆手中最有效的反制武器所以说稀土已经是武器化。那这一点其实非常清楚。老实说，过去也有一些案例，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跟日本因为这个渔船的这个纠纷中国大陆渔船船长被这个扣押，所以当时中国大陆曾经短期2个月对日本实施这个稀土的禁运，其实那时候就非常有效果，只不过当时注意到的人还不是很多。那稀土真正成为美中之间比较关切的一个议题，我觉得还是到川普2.0。
那也就是我们在5月底突然看到这个贝森特开始讲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攻击的话，那川普加码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以美国的认知是，他认为在5月12号日内瓦谈判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对于稀土的已经放松了，可是看起来是没有。所以代表什么？稀土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武器，也是个筹码，因为这个议题它操之在我。而且是不只是一般的稀土，它包括7种最重要的重稀土。因为我们一般说，稀土在精炼的这个能力里面，中国大陆占90%，可是重稀土啊，可以产生那种高抗热的这个磁体。这个稀土重稀土，中国大陆的这个精炼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产量，应该是全世界9%点几。所以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性，所以这个武器是目前来说被中国大陆掌握在手上。所以最后有一个6月5号习近平跟川普的通话，我觉得通话还是不能够小看，因为他已经预告马上要举行在伦敦的这个会谈。对，那刚才大家有特别提到说，因为川普在之前就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次卢特尼特会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商务部跟财政部，它其实功能是还是有点区隔的。财政部这个贝森特一般来说是比较务实，他所管的照理说应该，比如说是美债，美国的财政政策、美国的金融政策，商务部应该是要促进美国在全世界的企业利益，但出口管制这个议题其实是商务部在管的，所以这一次日内瓦的在伦敦的会谈里面啊，其实美国的3位最重要的这个要角都到了，对，还有包括 USTR 的这个格里尔，那还是对这个何立峰。可能应该会有一些小小的成果才对，因为我会很重视6月5号在川普跟习近平电话里面特别提到，因为双方互邀对方国事访问，那重点是川普说他愿意去，他会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因为代表说这个贸易谈判谈之后，应该最后会到一个平衡点，这平衡点是也许好的理想上。可以让川普对内宣布说我胜利，那实质上其实中国大陆也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实质上的利益跟优势。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年美中领导人峰会，而且是川普去中国大陆的几率是有的。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因为这是2017年11月之后，美国领导者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而且那一次是川普1.0。那这次可能是川普2.0，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稀土战、贸易战里面，我觉得已经跟川普1.0的时候大有不同。就在当时我们很清楚，谈了大概20个月的贸易谈判，那最终有美中贸易的第1阶段谈判，但整个谈判过程看起来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比较被动，而且当时中国大陆的谈判的姿态比现在来说还是稍微软了一些。那现在中国大陆是很明白把这稀土寄出来，成为它一个防范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防范的一个壕沟，或是把它做一个反制的武器化。那对于川普而言，我觉得已经达到一个它基本的效果，所以可以看看未来的方向而定。尤其是马上这个伦敦的谈判，对川普而言哦，这个外面的谈判呢，现在赶快要希望进行哦，但是呢，接下来还有内忧嘛，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刚上一节呢讲到说，美国现在还面临到内乱的危机，怎么说呢？来看加州哦，现在发生了暴动，那川普呢直接派兵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警民冲突啊，像是呢丢这个烟雾弹啊，或是呢直接他们就拿着盾牌哦，镇暴警察呢也一起上街头了。那这样警民对峙的情况，当然已经现在是越演越烈了，因为呢，美国总共是有2000名的国民兵哦。突然就进驻到了加州了，那这个冲突持续在升温哦，大家很担心到底什么时候会画下休止符哦。尤其你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在美国加州的街头呢，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状况哦。看警察是直接就拿这个水柱来喷这民众。好，那我们就看到加州的州长呢就说，联邦政府他们正着手接管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哦。那这个举动呢就被质疑说是故意煽动性的吗？
吗？是不是只会加剧紧张的局势呢？好，那国防部长呢就说，这个暴力如果持续升级的话，他们更可能会直接调动现在的现役陆战队到现场哦，而且还描述陆战队都已经进入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喽。那川普呢，则是向这个加州的州长说，他就是无能。那川普呢还说传出啦，干脆我就好，你不听我的话，那我就直接砍掉加州的补助啊，所以也让加州州长回呛那好，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停缴税而且他还说，加州人缴的税啊，可比你的补助多了超过800亿美元哦。加州人其实都一直在为联邦政府付账单。好，那不管如何，从经济面上啊，从国防面上啊，整个呢加州现在陷入一个非常乱的局面哦。那如果呢把加州视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话，确实数字来讲，他们的 GDP 就足以位居世界第4，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德国。可是你注意到，它是只有一个州它就已经可以跟这么多国家媲美了，那么超越了日本跟英国。好，那另外呢，说到加州的问题之外还有是现在川普跟马斯克两个人上演的分手擂台大戏已经第3天了。好，两个人可以说是呢，没有人要让步。川普呢就说他根本就没有空理马斯克，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在对付中国。可是呢，马斯克就直接点名说在这个银媒爱普斯坦名单上呢，川普是榜上有名的川普回应了，他是转发了他这个生前聘请的辩护律师发文说对方肯定说没有任何会伤害到川普的资料但马斯克自己呢，却后来呢把这样的震撼贴文他就偷偷的删掉了。但问题是来不及了，大家都已经转贴了，也截图保存了。那面对马斯克现在呢，攻击的手段不断，有消息人士更直言说，川普还偷偷问了幕僚说，马斯克这样的作为是不是因为嗑药呢？还甚至警告马斯克说，如果你接下来敢挺民主党的话，就会付出严重的后果。那到底为什么川普跟马斯克一夕之间两个人说翻脸就翻脸友谊小船说翻就翻呢？大家就传出说，是因为第一个川普拿到了 NASA 署长的提名人马斯克的挚友曾经向民主党人士捐款的证明，所以他非常生气，就跟马斯克两个人进行对峙。那一边念出来，一边还摇头说他的行为非常不妥。马斯克觉得他自己也被羞辱了。那另外呢，还有说是为了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川普不是说要有税改法案吗？结果现在呢变成是一个丑又大的竞争吗？因为这个税改法案让马斯克相当的愤怒，因为这对于这个特斯拉来讲会损失可能非常惨重。那分析师还说，这个法案会导致联邦未来10年赤字增加2.5兆，相当于1年 GDP 的10%以上。而且呢，这样的减税措施最有利的竟然是这个1%的富有人口所以这到底是有利于谁呢？那另外是呢，川马口角大家形容说这是史上最贵的一场口角之外呢，可能还引爆国安危机吗？因为川普呢还是在社群平台上就发起了投票，提议说建立新政党结果呢吸引了563万多名的网友投票。那马斯克呢也发文提及说，他可能呢新的党名我们就叫做美国党。那如果马斯克呢成立这个美国党之外呢，川普还威胁说呢，我要撤销和马斯克旗下针对 SpaceX 的签订联邦合约。随后呢，马斯克还威胁就说，好啊，那我会立刻开始退役他们的龙飞船不过后来马斯克当然是收回了这样的威胁啦。其实大家也很担心说，两个人这样一闹下去会不会也演变成美国一个国安相当上的大的问题好，那有参议员呢更直言说，要求卢比欧提供川普政府根据这个国防生产法对他的权利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进行的任何分析主要就是要解决供应商被锁定或是垄断，或者是承包商拒绝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问题因为很担心像是马斯克这样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先请教介大使你怎么看说现在加州这一场暴动演变成州长跟这个国防单位的战火了？对当然州长是站在加州这些移民的这一边的，因为洛杉矶他们是属于的庇护城市，他对于这些非法的移民他有一定处理的一个法律程序跟法律的规定。可是这一点川普的政府他认为他不能接受，所以他现在问题造成这次大暴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所谓的移民局的联邦移民局的人员进入了这个就是说移民比较多的区域，大部分是这些所谓的西班牙裔的人的区域里面它里面他执法的这个情况叫这些抗议的群众说他完全没有遵照什么美国的法治，除了法律是讲得很清，另外还有一个叫 due process of law， 意思就是说法律程序。你今天被抓了，警察会先告诉你说，你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如何，你可以你可以找律师。可是最后碰到这些非法移民，完全没有这些程序，抓了以后就关起来2-3天就送走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行政部门事实上的话，它变成它有司法部门的功能了。对，美国是行政部门，你只负责执行，你要依照法律执行。那现在法律的执行就有问题，另外一方你也不照程序。很多人他过去，我听了很多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说，他过去说你非法居留，对不对？他发觉你只要是1年以上的，抓起来就送走了，没有任何的申诉的管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加州，尤其洛杉矶、若干这一些非法移民聚居的地方，人人自危。那他们有起来反抗。那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说，国民兵美国每个州都有国民兵，像加州州讲是国民兵的权利已经被这个川普他们这个联邦政府拿去了。这个州里面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国民兵现在已经征兵2000人，而且已经开始打子弹了，就是说开枪了。那当然还不是用真枪实弹啦，可是我看到就是说很多景象那些抗议的民众他在旁边不断的把那些柱子把它敲掉。那人家就说你干嘛把那些柱子敲掉？其实他们在找武器。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砖头跟石块，跟敲下来的那些石块。对，然后对着警车就打，所以情况现在蛮紧张的那伤亡情形还不是很清楚。那很多被捕的这些民众现在关在这些居留所的时候，这些抗议的民众就去说要放人，你们这些抓人是不合法的，要去放人。所以有一点点情势升高。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晚上了，我想应该会比较会情势会晚一点。可是到明天他们上午说就很难讲了。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不也出来说了吗？这个我们还有海军陆战队了，我们正规部队也要上阵了。你知道 Hexas 他不但在很多地方演讲，他说我们美国的军人要负责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国家就要保卫我们的领土，包括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国家不受这一些非法移民的侵略。对，那他已经讲了，我的部队就是要在保卫国土了，不是在跑到外国去打仗了。所以他真的会用兵。那洛杉矶这个地方是多事之地1992年的时候曾经发生大暴动，不过那时候是因为黑人起来造反那时候死了63个人。那这次是主要是这些 Hispanic 那就看这个 Hispanic 他们会有多强的这个爆发力了。不过你要知道，在加州 Hispanic 的人口是28.5%所以非常的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我看洛杉矶从洛杉矶这个开始，这个乱就会乱起来了，它的延烧力可能也不会小。对，就担心会不会一连串的延烧到其他的区域来宾哥。其实现在川普他们一直在威胁说要直接派军队去介入，美国史上还没有用军队对付过自己的人民。对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是史上第一招。以前连那种越战时期，美国到处发生这种大规模暴动的时候，也都没有动用过军队。你如果一旦动用军队，恐怕这个会有非常大的争议，而且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抗行为。到时候这个暴乱可能会延烧。实际上，川普上任以后，美国各地就已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示威抗议不断。那现在直接演变成直接性的冲突之后，如果这个冲突按川普这样硬干式的方式，搞不好会持续扩大。你整个持续扩大的话，这个局面会非常难收拾。川普现在好不容易在关税战开始跟中国大陆比较和缓，他如果内部又开始这样混乱的话，这对他执政绝对不是个好事。那所以我觉得就看川普自己打算怎么去解决。但是如果一昧的用这种强硬的方式，到最后自己会吃苦头。那至于说他跟马斯克
之间的关系，大家早就知道他跟马斯克早晚都会翻脸。那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对，只是我现在比较遗憾的就是马斯克怎么说的这么快？再悄悄就把删文了。对啊，这删什么文啊？继续贴啊，多讲一点嘛。对啊，我想很多人我们爆米花都买好，对不对？板凳也传好了，对不对？就是要多讲一点嘛。因为马斯克手上应该是有很多川普的料，可是他大概心里头会想到一件事：你跟川普这样硬干，首先第一个直接受害的是谁？就是你的公司跟股票。对，那一天就已经掉了一天一度曾经掉了14%，很吓人的，一天之内。那接下来开盘是不是又会再掉？如果他持续这样硬干的话，而且就是包括特斯拉，包括 SpaceX， 恐怕全部都会这样往下跌。这个对他未来募资啊，或者在做事也非常的不好。而且川普如果真的使出什么报复手段，川普是真的敢说把跟 SpaceX 之间的合约撤销掉。他们因为川普已经小家子气到，据说连那台红色特斯拉他都要卖掉。对啊，我就觉得这很像小孩子啊。但是川普不是不会干这种事的人，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大概是考虑到跟川普硬干对他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就先说了。不过其他国家是乐得看笑话。像俄罗斯说没关系，你来，我们给你政治庇护，对啊，就是向他招手。那当然马斯克不可能会去了。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就是故意要去酸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的交情嘛。那但是我必须说，川普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也要谨慎，因为马斯克也是个疯的人。对，如果你把他逼急了，马斯克会不会爆更大的料？其实我是这样期待，川普最好逼他，让我们多看一点东西。我们那个板凳要拿出来了吗？来。对，因为我觉得川普跟这个马斯克有些地方因为是太像了，所以一山不容二虎。是，那其实他川普跟马斯克之间其实过去就有过节但是在川普选第三次选总统的时候是一笑泯恩仇，那马斯克全力帮他。对，我们可以注意到去年在大选期间，包括胜选之后那段过渡期到今年1月20号，其实两个人情感是非常浓厚的。对，基本可以看到。马斯克几乎是3天里面有2天是待在海湖庄园跟川普在一起，陪同川普接见一些可能要被选用的官员跟外国元首。那才多久以前？上个礼拜的时候，当马斯克说他不做了，然后不是还进了白宫还有一个至少欢送会，表面上还不错。当时我还说，不错啊，这个很难得，因为至少代表2个人是好聚好散，口不出恶言。因为以川普1.0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通常这样出去的基本上会跟川普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会有很深的一个仇恨。那现在看起来一切好像话又说得太早了一些。然后你看马斯克，当然他离开的原因非常非常多，我觉得个性、行事风格，那当然现在有提到一些很多的蛛丝马迹，还有那个大而美法案。每一个都可能是成为最后引爆的一个引爆点。那大而美法案其实因为川普非常认真，他认为这是他任内第一个重要的法案，一定要推动到底，号召在众院参院的共和党党员，因为目前应该是到参院做讨论。但是对马斯克而言，既然我是组长政府效率部，我说要砍政府预算赤字的，可是他为了说这个法案是反其道而行，因为这法案是要减税，10年要减4兆美金的税，同时要这个减低这个1.5兆美金10年的这个政府预算，但是一来一回之间，马斯克认为他会让美国的负担加重非常多。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到底这个一来一往之间，谁会获利，谁会比较辛苦呢？那一般来说是比较中下阶层的美国人医疗补助、医疗保险。政府拿的一些资源会比较少，所以这里面的后续，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可能不能太早下定论，也许过一阵子之后2个人慢慢和缓，因为谁叫他们是马斯克跟川普2个疯的人对，真的是很难说。对，这当然是我们持续观察。休息一下，更多国际焦点。看到是今天是8号，明天9号，在英国伦敦即将上演的就是中美贸易第2次谈判。这次中方呢是由他们的副总理何立峰率队来谈。那因为呢，他8到13号其实本来就定了，他要去英国这边访问。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特别把这个磋商的第1场会议搬到英国去？那美方呢？美方派出谁？美方同样是这3巨头啦，包括了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他们的贸易代表葛里尔。要再一次的去到伦敦
跟何立峰好好谈。那大家就会聚焦在他们到底谈出来的内容，譬如啦，他们很希望中方能够开放稀土，能够打破僵局。纽约时报就直接讲了，现在确实看到中方给稀土的那一些许可证数有增加，但是整体来说呢，他认为还是很缓慢的。对于现在非常有恐急需求的这些产业线来说，仍旧缓不济急。那这个呢，就是美国政府这边他们比较在意的部分，特别是呢，在这一场会议，其实是川习通话之后，再一次美中双方的互动。那中方的驻美大使就直接讲了，要有来有往才行，所以美方这边呢，应该要撤销错误的举措，才能够大家相向而行，重返正轨，创造必要的条件。这里面呢，就包括了前2天你有没有听到？对，他对乙烷，他现在也说我不卖给中国了哈，原因是因为呢，他即将美方这边要对乙烷呢来做出口的管制，这一点呢，就是让他们自己的货运船滞留在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这里，现在看到就有3艘的货船放缓行驶，在这个水域逗留。因为其实呢，本来中方这个是大宗的买家，那突然之间你说不卖中国，其实厂商可能要问，那我现在要卖给谁呢？另一个则是波音了，波音737 MAX 现在说呢，2个月后再次重启交付，但是仍旧面临了一些不确定性，特别呢是现在被发现有一些的技术即将会有新的限制，那这一些是不是也是在防堵中方挑战波音跟空巴的竞争力呢？可是呢，在美方这边来说，那个政府的跟民间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也传出 Amazon 呢，他们在研究机器人送货员，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开发研究当中也纳入了包括了大陆的语数科技机器人，还有 DeepSeek 模型、阿里巴巴的模型等等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大家也没有到那么紧张呢？或者是这样的智慧财也可以共享呢？好，川普呢，大家就要问，到底他是玩真的玩假的？因为呢，你看他对中好像很强硬，但是他对 TikTok 好像又很软哦。本来呢是拜登任内说一定要卖的这个 TikTok， 现在呢讲了第3次要延长宽限，原因是因为呢1月20他一上任之后就已经先延了1次，到目前为止再延的话，那就是第3次了。到底 TikTok 卖或者不卖，谁入主，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在美国继续经营下去？川普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要对他出重手啊。但是呢，中方现在应该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譬如说在稀土的这一块，他们是会对欧洲来开绿色通道了，美方不会放行。但是呢，对于现在正在谈如何让中欧之间的贸易有更加好的往来的这个当下，他们说重视欧方关切，所以愿意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来建立绿色通道。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电动车的磋商了。先前讲过很多次，欧洲呢其实当然就是觉得，你这样卖太多过来，价格太低了，所以他们现在要谈的是什么？是干脆啦，我对欧洲出口的车有一个最低价格来取代所谓的加征反补贴税吗？那反之呢，就是对于这个欧洲的白兰地干邑事业呢，他们现在讲这个贸易调查，现在双方是就价格的方面也来进行协商，也就是具体的在某一个事项上面，他们真心的在谈了。中法外长呢的通话也特别强调要合作来解决贸易分歧，那更别说了，在整个亚太地区，现在中澳之间呢，则是合作铁矿投产。也就是说呢，在全球矿业巨头力拓集团他们发表声明之后，说要跟中国的宝武钢铁集团联合开发澳洲这里的一个铁矿事业。那这个部分呢，就基本上会大概有9亿吨的铁矿石会销往中国，那这一些原物料是中方需要的，所以彼此之间大家在看的是那个战略战备的需求。那就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原因是因为对于美方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稀土。明天的这个谈判，大家就看到底美方能不能要到他要的。美方会觉得他要到部分，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个终结，也就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开始。你看到5月12号的日内瓦协议到6月5号的川习的通话，
这显示什么东西呢？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它还是个竞争对抗的态势。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各自都出招啊，比如说C919的发动机，中国大陆留学生啊，甚至呢，晶片管制，大陆这边也开始在稀土。我是这个接受你申请，但是我有我的程序。所以呢，6月5号他们通了电话，6月9号要来谈，表示什么？双方是竞争对抗的态势，但双方中美也相互依赖。而中国跟美国打了8年的贸易战、科技战，他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减，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也就是美国依赖中国的进口商品，你家里面70%的东西，大概60%以上都是中国制。然后呢，所有的工业，所有的经济投资都跟这个有关。倒过来，中国大陆在2010年开始第一次采用稀土的这种制裁，那个时候是钓鱼台的事件啊，对日本采取了9个礼拜的制裁。那个时候，日本在2010年发现到，他一整理，日本的所有的科技、汽车工业有92%以上的稀土是依赖于中国大陆进口。15年来，他努力，在今年年初，他告诉大家，现在还是依赖58%。日本都搞了15年，他还是需要60%，这60%表示不可能了，不可能替代。现在呢，稀土变成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而且是有限的资源。中国大陆的储藏量占全世界50%，4400万吨万吨。然后呢，它的开采量是只有27万吨，去年那占全球的70%。那更重要的是，它的提炼在3大类。永久磁铁90%，然后呢，稀土金属90%，稀土氧化物85%，所以你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替代的。所有的美国的军工产业，一架 F-35需要417公斤的稀土，然后呢，一架伯克级的驱逐舰需要2358公斤的稀土，一台任何的美国制造的汽车。你的这个里面所有的感测器、你的动力，甚至你的玻璃防紫外线的玻璃，都需要稀土金属跟氧化物。那里面的永久金那个磁铁90%来自于中国。所以各位，我觉得其实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已经开始完全逆转。美国对于中国的市场然后呢，进口的商品以及投资的需求。然后呢，美国在稀土上面基本上是被中国给卡了脖子，而且它卡了全世界。而且稀土这个管制其实是全世界各国都在做管制，有些国家只出口微量，马来西亚、日本都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军民两用，军民两用的东西其实从冷战时期就是一个管制。可是呢，也并不表示说民间不可以使用，事实上是大量使用，但它要确认说你民间使用是真的民间使用，而不是跑去做这个武器。跑到黑市场里面，所以这种全球的，就是说管制出口这个都有。那中国大陆就说，我只是管制的过程程序，我依照我的自己的速度，所以它也不是禁止出口。但美国呢这边就受不了，因为它固定的需要这个量，你看像是 F-35就要417公斤，那如果不够的话呢，停产。所以美国现在3大汽车行业就面临到很大的问题，川普就已经急了，所以现在他一个一个又开放，现在。哈佛的国际这个学生也可以进去了然后呢，你就看到6月9号绝对会是以稀土科技关税为重点。那这个时候，中国也摆开这个态势了。陆丰，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就说：“你也要看看你自己，有一些你禁止对我制裁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我们相互的依赖，其实可以让国际合作做得更好。你就像是Amazon在用。”大疆或宇树的这些无人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其实这不是相互的帮助吗？而且绝对的帮你省成本，绝对的更有效率。因此，我是觉得中美之间大概慢慢的会知道彼此之间一定是竞争对抗，但又互赖。但是这个大国博弈的态势不会终结，而中国在稀土以及市场以及商品制造这个层面呢，
在整个中美的竞争过程当中，渐渐开始采取主动的态势。是，来请教一下左老师。好，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中美这个竞争的过程里头，欧洲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那其实过去这2个月可以说是中欧这个关系突破最好的一个机会之窗。不过看起来这个机会之窗呢，目前还没有真的发展成为一个突破性的成果。那为什么呢？你看，当然有好的跟不好的一面啦。就是说有好的发展来说，对中欧关系来说，当然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涛最近在欧洲就是参加 OECD 的时候，也跟欧洲的这个贸易部长展开会谈。那所以这本来认为说不太可能再有下一次会谈，在5月的时候认为说不太可能，但现在举行会谈了。但是说不好，说没有进展的一面，就是说，比如像现在双方非常关切的这个葡萄酒，这个白兰地的问题。白兰地的问题其实当时是去年1月，中国大陆方面就开始进行调查，因为当然中国大陆本身有本地的这个白兰地品牌嘛，而且销售也还不错。所以当然他会认为说，这个法国的白兰地侵蚀了他本地的这个市场。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那一波的这个反倾销，主要还是针对欧洲对于这个法国这个就是电动车的这个课税增加的这个反倾销税，所以大陆也就寄出了这个针对白兰地的这个反倾销调查。结果呢，现在这个关于技术性问题的谈判仍然在北京举行，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在法国在这个 OECD 会议上OECD 会议时候所进行的谈判，并没有得到突破性的结果。但是时间越来越紧迫，因为7月5号就是这个最终的日期，所以这个部分又会联动到什么呢？就是说7月14号，中欧要举行高峰会。那不管这个高峰会在大陆或在欧洲举行，那这个很显然就是最后的一个盘点了嘛，最后的一个验收嘛。如果能够取得成果，那很显然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突破美国的这个封锁来说是很有帮助的等于是打开一个新的这个通道。但对欧洲来说，同样也是有帮助，因为欧洲也在寻求这个所谓的战略自主，希望不要再继续依赖美国的科技，不要再依赖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当然，欧洲也不希望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要加速对对欧盟的稀土的这个出口，就是要能够加速跟欧洲之间的一个合作。但时间真的是剩的越来越少，能不能够在几个关键的议题上，双方能够得到进展，包括所谓对这个电动车的反倾销调查，这当然在欧盟方面，大陆方面就是针对所谓白兰地的这个调查。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全球的这一盘局上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步。那当然，现在欧盟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措施，对中国大陆是比较不利的，比如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在针对所谓大陆的厂商在欧盟市场内的这个所谓医疗设备的这个参与所谓的政府标案、政府的这个政府采购，它这个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等于就是说前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所以这个当然会是一个干扰双方有具体进展的一个举措。第二个其实就是欧盟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看起来是有一些进展的，但是进展到底多少，其实还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应该是比以前更糟糕。因为最近川普才又加了这个所谓钢铝的这个关税，从25%到50%。可是呢，不断的有消息就是说，欧洲的谈判代表认为说已经有一些实质的进展，所以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有待进一步确认。可是万一川普跟这个欧盟之间真的有进展，而大陆跟欧盟之间没有进展，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对大陆相当不利。是，来请教一下将军。那个美国也急着跟中国大陆在经贸、在关税上来做谈判。中国大陆来看的话，是他握了3张的王牌在手上，让美国在这方面不得不重视。第一个就是稀土，因为稀土现在中国大陆说要开绿色通道，可能就是给一般的这些企业或者是生产的这些大公司，但是它可能对军工的产业，尤其是做军舰、做战机的，它可能会做有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某些武器装备不能卖到哪些对象，因为它用了中国大陆的稀土，所以这个军工产业就会设限，有条件的，它再把这个稀土来开绿灯，再卖给这个军工产业。
这是中国大陆在稀土上面，因为它占了全世界的这种产量，占了全世界的2/3，所以那美国就有必须仰赖中国大陆稀土，因为稀土要去开发，要去探勘，然后挖掘、开采、做提炼，到时候可以做使用，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无到有需要很长。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跟基础。第二个是美国比较太过于依赖中国大陆廉价的商品，因为如果不向中国大陆开放廉价的商品，那造成美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美国物价就会上涨。那现在美国因为关税贸易战，美国的经济成长已经放缓了，放缓的状况之下，又遇到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一定会造成经济衰退。那这样子，川普的压力也是非常大。任何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要看经济的表现，因为这就是他的成绩单。这个他的期中考、期末考就要看经济的表现，能不能交出成绩单。那现在目前来看，川普这一方面的压力，这一方面的表现跟成果，认为对川普的加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川普他就会紧张，赶快他同时派2个部长，这个财政部长也好，商务部长也好，2个同时出发到英国。那就是表示说对这方面是很重视的，而不是派他的这些副部长级的，他是直接派部长级，表示具有决定性的这方面的决定权。那川普授予他们决定的决定权，然后跟中国大陆来做谈判。所以我认为这是第2个廉价商品。第3个，我认为中国大陆是控制了美国所需要的市场，比如说能源，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比如说粮食。中国大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也是中国大陆，因为美国也要产粮食卖到中国大陆。那美国这方面的市场需要，因为粮食不仅久放，还有航空市场，那个中国大陆现在4300多架的民航机都要新陈代谢，还要开拓更大的市场，也要买民航机。那美国的波音公司正好要找到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大陆，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不得不重视。好，其实呢，美中之间还有一个指标，也就是两边的民间交流。先前传出呢，这个川普政府不让所有的哈佛国际生，特别是中方这里的国际生呢，去办签证。目前看到剧情急转直下，也就是呢，国务院转弯了，要恢复哈佛大学相关学生还有交流访客的签证申请程序。那这代表释出善意了吗？但是呢，你看到的是目前他们境内有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当中，好，包括了移民局动起来了。这一位您有看过他吗？网络上他还蛮红的，他的这个追踪人数是破亿的。一名网红叫做面瘫哥卡比拉梅，他其实是意大利人，25岁的他呢，现在1.62亿的订阅数，让很多人望尘莫及。谁跟他合作？来 ，Tom Cruise 认识吧？好，威尔史密斯认识吧？小劳勃道尼认识吧？这些好莱坞当红巨星，通通都希望在网络上面跟他有一些合作。但现在为什么他被遣返回去了？原因是因为他签证过期了，所以呢就被以违反移民法给逮捕，然后把他送离开美国。不是只有他，最近加州闹得比较凶的是什么？是连装甲车都开出来了。好，看看这个画面吧。这个是美国现在呢，在加州这边移民还有海关执法局直接到市中心大规模的逮捕非法移民，出动装甲车之外，还有大批的执法人员。目击者形容说，根本就像是军事行动。那有人呢，因为在现场很不满，所以直接抗议，甚至还有人肉身阻挡，差一点被冲撞。而目前呢，在川普政府他们是怎么样的讲法？他们的讲法是说，他们认为加州这一边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加州州长 Newsom 他不处理，所以联邦即将要介入。联邦介入的方法呢，就是2000名的国民兵直接先进驻到里头，然后还要部署整个接管加州国民兵。川普呢直接有发文，他的意思就是加州这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市长啊、州长不干事，那就让我来处理问题，甚至还撂话之后再不行的话，他就派陆战队直接进驻洛城。那当然啦，对于
凭百姓来说，很多人会讲说，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那白宫高层讲啦，如果你抗议的话，这个叫做叛乱，这是他们的副幕僚长讲法，说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在扫荡非法移民，所以如果你不服的话，那这不等同于叛乱吗？只是这一些的做法，对于加州当地人是怎么样来看？加州州长 Newsom 他是这样讲的，他认为这是在制造混乱，而且呢会侵蚀信任。拆散家庭，甚至最重要的是这个损害支撑美国经济的劳动力还有产业。毕竟在加州这里，确实这一群非法移民，他们也撑起了很大的一个加州的经济，因为很多工作美国人不愿意做，是他们帮忙给扛下来的。美国内部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们那个联邦白宫里面目前的势力消长问题，好，川普呢跟马斯克两边这交情真的是画下句点了吗？现在甚至还传出川普直接威胁马斯克说，如果你在其中选举敢去挺民主党的人的话，我就要你付出严重后果。他的呛下是什么？政府有签合约吧，合约不少对吧？如果说呢，你现在不好好跟我合作的话，那也许要彻查和政府之间的合约，一大笔钱哦。但是呢，也有人是这样看的，说你要知道，现在呢，在美国境内能够像 SpaceX 那样子，直接跟 NASA 还有跟五角大厦合作的，恐怕也没有第二个哦。所以呢，他们认为，如果你真的跟马斯克闹翻了，那凸显的是你太空任务你已经被 SpaceX 给垄断了。你觉得你真的有其他的选项或者是选择吗？那两个人翻脸扭实的讲法是，这个叫做核反应炉的炉心熔毁啊，原因是因为两个人是肝胆相照嘛，现在变成肝胆俱裂，那真的就是核反应炉的炉心啦。如果整个熔掉的话，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决裂的毁灭式的决裂？马斯克看起来啦有一些善意，原因是因为呢他本来有一些骂川普的文章，现在说删文了。好，可是呢川普这个人，你删文他就会接受吗？你要怎么样道歉他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还是说其实两个人最后就闹翻了，那之后的美国政局会如何变化呢？回过头请教一下杨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本来川普骂很凶哦，跟哈佛直接对杠。可现在美国国务院突然之间又恢复了哈佛国际生的签证受理，这个是暂时的作为啦。那因为6月9号要跟中国大陆在伦敦做会谈嘛，而且美国现在面临到几乎要内乱的情况啦，经济可能走向通膨，然后呢，在贸易的政策上，法院跟行政部门跟总统对立。现在在打官司，马上这个移民可能会变成内乱哦，暴动哦，还在进行当中哦，以及川马之间、马斯克之间，你看这个整个团队已经分崩离析了。过去的肝胆相照变成肝胆俱裂，破裂了。非法移民在美国的经济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大概平均有每年计算有将近1200万人口。他们工作是要缴税，你知道吗？这1200万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所缴的税，比这个 Amazon、IBM、GM 汽车公司还有 Netflix 这4家公司交起来的税加起来还要多。你说对美国经济贡献大不大？可是呢，这是川普政策的一个核心，因为他的支持者来自于中西部，对于非法移民越来越多，觉得好像抢工作，其实都是被渲染制造出来的一种感受，但是他的的确确在边境管制上得到了一些成效。过去拜登时期每个月平均大概在边境，从整个中南美经过墨西哥，包含墨西哥进入到美国南部的各州，他每个月逮捕将近15万人平均。到了今年1月20号，川普上来之后呢，到4月为止只逮捕了不到7万人，因为人数减少。4月份的时候只剩下6、7千人，所以这个是有控制。控制之后呢，他就开始转为到社区里面，转为到工作场所。这一阵子看到好多案例哦，整个一群工作的人，甚至在很有名的，就是那个东北部的玛莎宾亚，就是这个
民主党人的度假胜地，他进去就集体去抓这些非法移民，然后很快的这个遣送，用一些不太合适的这个法律，甚至遣送错误，把他送到萨尔瓦多的反恐的监狱，因为那萨尔瓦多的总统非常喜欢川普，然后现在又把他送回来，然后送回来又再起诉他，所以你现在开始看到进入到这个帕拉蒙，在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6万的人口里面有5万是就是这个拉丁美裔。那因此，大家那个时候地方上都有在组成巡逻队啊，就看有没有联邦的车子进来，这些 ICE 也就是移民海关局的这些人进来，甚至是便衣进来，那一进来之后，发觉大家就赶快把他围堵住，以防止他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被逮捕、被遣送，因为那个速度很快，而且好多的案例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一次发生的暴动现在还在发生当中。现在当然一方面是这个因素，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就是川普要对 Newsom， 就是加州的这个州长，未来很可能竞选下一任总统的 Newsom 开刀，因为他曾经说，我为什么缴税给你？我缴的税跟我从联邦拿到的钱中间差800亿美元呢，我们台湾也一样，补助款的问题，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川普政治完全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把整个美国弄得非常动乱。而他跟马斯克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一个最有权力的人跟一个最有钱的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办大事，但是他们那个梦现在破了，那个大事办不成，因为马斯克说我要做这个 Dodge 政府效率部，要削减美国的官僚主义2兆美元节省，结果他这个130天只做到多少？1750亿美元，10%都不到。那当然，他觉得他很挫折感，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家不配合他。但是川普上来之后，原来讲的跟你理念相合，上来做统治的时候，这一些机构虽然是砍掉一些人，砍掉那些不是我同类的人、不支持我的人、民主党的人，但是其他的人都是我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我的权力的展现的管道啊，我为什么要被你砍？所以基本上是有他的这个结构性的困难。同时，川普又通过了一个大美丽法案。也就是说，未来增加更多的美国的赤字预算，然后呢，也这个帮有钱人减税，然后呢，把基层的美国老百姓的一些福利给砍掉，纯粹的劫贫济富。所以马斯克受不了，马斯克也觉得我不愿意再当你的这个背锅。那但是川普也觉得你的利用价值结束了，拜拜。但是我觉得钱跟权呢，永远是结合的关系。他们知道不可能对抗，钱需要权，权当然目的也是为了钱。川普就是很有名的例子，这两个人现在的吵架，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不会这个继续的扩大。那我们继续看这场戏吧。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加州它的经济体是蛮大的特别是它 GDP， 因为讲世界第4大经济体，就是仅次于美中德嘛。那给定一个数字，他们的 Q1 目前今年最新的 Q1， 他们 GDP 是达到4.1兆美元，是第1次反超日本，变成全球第1大经济大省的。那现在呢？川普进来这么一闹，肯定会对他们整个经济也会造成影响。那当然，对川普来说，他解决他认为的移民问题，可是其实也对他内部的政治的盘算是有的。请教一下周老师。的确我觉得因为川普要不断的创造一个政治话题，就是说，你看这些兰州这些民主党人统治就是问题重重。那当然，他现在派这个国民兵去其实他可能会碰到一个法律上、宪法上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派国民兵如果是派这个州外的国民兵就是非加州的国民兵，那他可能是他是变成说要经由加州州长，加州州长不同意的话，他的根据是什么？这个会有一个所谓的宪法上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加州的国民兵，那他是由加州州长指挥的，所以他们就有所谓的美国法典第10篇跟第32篇不同，因为第10篇就是说完全是根据联邦去指挥，第32篇是由联邦去发动，但是由这个各州去执行。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用这个第32篇的概念，但是呢，他却是必须要由加州州长来同意，这显然就是在这个 case 上他就没有办法符合嘛。所以为什么他要叫这个陆战队来准备，就是这样子。就万一他这一步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宪法上的争议那万一这个加州
政府采取这个法律上的行动，他可能就要有下一步。他的重点很清楚啦，就是要不断的把这个议题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力啊。因为说真的，这个其实到第一天示威结束之后，在现场已经不就是100人左右了，没有真的那么没有持续的延烧。但是当然他不会轻易放过了。那更何况这个移民的这个抗议，其实在全美各地都有，因为主要还是针对说，大家会担心是说，到底有些人他只是看起来像移民啊，他只是看起来像移民，或他本身是移民，但他不是非法的啊，可是这个警察就来抓啦，就把他认为是非法移民啊，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遣返的过程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在于说他扩大了他的这个执法的范围，而这个确认的过程本身又是很粗暴，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那当然，其实除了这个国民兵的问题，大概川普最头痛的还是他跟马斯克的问题。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当然，如果你去看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关心财务的问题，所以说不定是跟财务有关啦。有人是说，因为马斯克原来承诺要捐给川普1亿，没有答应他。但也有人认为说，马斯克原来推荐的这个 NASA 的署长，后来川普又撤回他的任命，这里也让马斯克很不满，因为这个本来是他的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嘛，所以他们两个大概各有各的一些冲突，但我觉得人格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你可以想象嘛，他们两个就是像这个国王一样的哈，就要像国王一样的，所以他们本身都是一方之霸，所以很难彼此相容，所以一山不容二虎啦。那当然还有这个阶级的问题也是啊，因为川普身边这些 MAGA 派，他们就是认为说你这些科技新贵，你是这个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然后你享尽了荣华富贵，然后靠我们这些 MAGA 在那边拼死拼活，你才能今天能够控制这个政府。所以当然也有阶级的问题、政策的问题、对移民的态度，这些科技新贵就赞成了。不过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稍微再往远看，我觉得马斯克的这个对川普的反抗能量会不断的下降。因为你看几个这个科技新贵啊，包括什么 Fishback 啊、Sachs 啊，这些人都劝马斯克说：“哎呀，你就跟川普低个头认个错吧。你也知道他是很大的，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你还是要跟他低头嘛。就像那个时候泽伦斯基后面不是还是低头了吗？但到底马斯克最后会不会低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下一步我们要看这出大戏的一个重点的这个转折。是，请教司令。这个川普跟伊隆马斯克这个闹翻了，川普是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马斯克是美国最有钱的人，那这样子弄起来，到时候谁会低头呢？我认为川普要先低头了。为什么呢？我认为3个因素。第一个，因为川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他欠了伊隆马斯克一个人情，伊隆马斯克帮他大力助选，因为他毕竟是科技新贵、科学家、企业家，非常有钱，他愿意帮助川普。结果川普得到了总共的7700万票，贺锦丽得到的是7500万票。当然，美国是选举人票，那美国选举人票呢？那个川普拿了312票，然后贺锦丽拿到的是226票。换句话说，川普赢贺锦丽的总票数来看的话，川普这只赢了200多万票，只是一个险胜哦。如果那时候伊隆马斯克没有去挺川普，我认为川普想要赢贺锦丽这方面可能非常困难。所以那个马斯克一定会认为啊，这个川普欠他人情嘛。那川普也知道来龙去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认为那个伊隆马斯克他掌握的是尖端科技，不是一般的制造业，他掌握的是航太，这猎鹰9号就是航太。那这都是还有 Starlink 星链也是掌握在这个在太空中布置星链，也是伊隆马斯克。那伊隆马斯克呢，他还搞了特斯拉这个新能源车、电动车，也是都是科技的前端。然后现在伊隆马斯克还搞营建、搞盖房子嘞，所以伊隆马斯克他企业非常的大，非常的多，所以伊隆马斯克底气会比较够，他也不缺钱。所以这样子的话，继续玩下去，我认为川普在这方面应该会有所调整，会有所让步。第三个就是我们川普的战场开太多了，在国际上有贸易战，有俄乌战争，有以巴冲突太多了，在国内有这个驱逐移民，有这个哈佛大学的国际生的签证事件，
太多事情了，还有联邦的这些赤字要瘦身，所以川普的这个战场开太多，会造成他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所以川普可能会缩小战场，向伊隆马斯克稍微低头。